大家好，今天买到加辣，就是真鲷。这尾鱼很漂亮，加辣目前已经可以养殖了。我看网络上面写有蓝色斑点的就是野生的，我不太确定这是否正确。希望知道的网友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。这个鱼眼睛饱满透亮，鱼鳃鲜红，整体状态很好。那处理之前，我习惯用淡水清洁一遍，冲掉鱼表体的细菌。鱼鳍很尖，被刺到的话会流血或是细菌感染。有些人说戴布手套可以防刺，但是沾到血的布手套，鱼腥味很难洗掉。如果每一次杀完鱼就丢钓鱼霜，我觉得很浪费。把鱼鳃割开，让大部分的血流出来，然后用水冲掉。这样子你在后续处理的时候，血就不会喷得到处都是。有些网友会说我杀鱼的动作有一些蛮多余的，或是速度很慢，流程不够专业。那因为我们是在家做，处理的频率比较高，考量到后续的清洁，要让厨房保持没有鱼腥味，需要比较细腻的操作。胆汁有点流出来，所以在鱼腹膜的部分有一些绿色，这吃起来会有点苦苦的。用小汤匙把脊椎两侧的血块挖掉，再用刷子刷，这样子脊椎就可以刷得很干净。在包裹熟成之前，用布把残存的血都擦干净，内外都要擦干。肚子里的纸巾往里面顶紧，因为熟成期间血还是会从脊椎里慢慢渗出来，不要让这些血接触到鱼肉。不用塞太多纸巾，让鱼肚可以密合起来就好。放进塑胶袋里面，吸掉空气。放在冷藏冰箱最低温的地方。好，目前熟成了24小时，打开来看一下，鱼体依然很漂亮，肉的颜色也很正常，所以其实鱼死亡2-3天以内看起来差异很小。那我在12小时的时候换过一次布，所以肚子里面的血看起来不多。去鱼鳞的画面就直接跳过，然后把它彻底擦干。我今天只取一条背肉，打算用昆布包起来熟成1天。沿着脊椎骨切一半，那这样的切法在熟成的时候损失的肉最少。那剩下的鱼再包回来继续熟成。鱼肉切开之后就不能再冲淡水，鲜味会流失。跟空气接触的面
全部都要覆盖一层布，放回冰箱继续熟成。整片的昆布很硬，用米酒把它弄湿，软化一点以后擦干。把稍微软化的昆布铺在鱼肉的这一侧，鱼皮的那边就不用了。用纸巾包起来吸真空，因为鱼肉已经切开变成肉条，接触空气的面积变得很大，这样的熟成我就会吸真空，避免肉氧化太多。现在经过一整天，打开来准备吃了。鱼肉看起来有一点变绿色了，这个是正常的，因为昆布是绿色的，那味道已经渗进鱼肉里面。用过的昆布不要丢，还有一些味道没有释放出来，剪成小块，等一下可以煮汤。鱼肉放冰箱，等一下要吃之前再切。先煮一锅日式高汤，然后加入刚刚的昆布，接着来处理鱼。昨天切开取肉，然后再放到今天，这样子加起来总共是熟成2日。取下腹肉，这一边等一下做生鱼片。取另外一边肉之前，先把整个鱼头都切掉，不然不好操作。这里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一下，一般这种砧板比较薄，在做3枚切要切第2片鱼肉的时候，很容易下刀的角度歪掉，导致取肉不顺利。因为刀握紧要切鱼的时候，后面2只手指头卡到，变成刀身跟砧板的角度很大。所以通常呢，我是利用脊椎骨的凸起，用左手稍微压一下鱼的左侧，让右侧翘起来，这样子刀子呢才能够平稳的贴紧鱼骨。那这个手势蛮需要练习的。那另外有一个更简单的做法能够克服，就是垫高你的砧板。像这样，你的手就会多一个空间可以活动，维持原本握刀的方式，刀子也能够平贴砧板，取肉或去皮的时候会顺手很多。像这样，先一个高角度割开鱼皮，然后角度压低，刀身平贴鱼骨的滑动，多滑几次就切到脊椎骨了。就像这样操作。另外一边也一样，把腹肉剥开来，然后右手压低刀子的角度，就可以轻松漂亮的取鱼肉。
另外一半肉我打算做鲷鱼炊饭，所以一样要去除腹骨跟鱼刺。来剖鱼头，在切的时候，鱼头要能够平稳的站住，比较安全。然后看一下它的牙齿，刀子要卡在上颚的门牙中间，刀尖从鱼嘴进去，往下一直到刀尖能够抵住砧板的时候，以刀尖作为支点，下压刀柄，切开最硬的头骨。下颚这边用剪刀剪开就好。切好以后，把下巴也剪开。那因为这个鱼没有放血，脊椎里面很多残血，在剪的时候就喷出来。那用盐巴搓一下鱼骨，然后把血挤出来，加一点水洗一下。这样等一下煮汤的时候，汤才会清澈。可能有人纳闷，鱼头为什么一定要剖？因为你把鱼头对半剖了以后，煮汤的时候就不用那么多水。刚刚的高汤先捞一些出来，等一下煮饭用的。放入鱼骨跟鱼头煮汤。米刚刚已经洗好了，放入砂锅里，加入酱油跟米酒，然后用高汤取代水。煮到滚之后，打开搅拌一下，避免黏住烧焦。煮到水分变干变少之后，就放入鲷鱼片。那日本传统的做法是加入整尾鱼，但是你吃的时候挑刺就会很麻烦，所以我改成直接加鱼肉片。撒一点柚子胡椒提味，放入鱼下巴一起焖熟。锅盖盖上，用最小火煮10分钟。你可以像这样子，把火源离远一点，这样下面可以减少锅巴。然后记得通气口要用布盖住。在煮炊饭的同时，来切生鱼片。昆布地的那一半我带皮做汤霜了，但是我忘记按录影。腹肉这一半去皮以后直接吃。我这次有简单的摆盘一下。炊饭这边煮10分钟之后，关火再焖10分钟。下巴先把它拿走，这样你等一下搅拌的时候里面完全不会有刺。加上葱拌一拌就可以吃了。